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蜜雅的塔罗频道。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我们今天呢要来做一个占卜哦。那这个占卜是和某一个人进行能量的连接哦。这个人他可能有一些话想要对你说，有一些他的内心话。那因为种种的外力的因素哦，或者是他没有办法面对你，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当面的对你说出口。那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人有什么话想要对你说。那如果你们内心有想要连接的人，就是可能是你的前男友、前女友，或者是暧昧关系的对象，也或者是你心中一个很重要的人，你们也可以试着就是去想着他的名字，默念他的名字，或者是想着你们相处的一个画面，看我们等一下就是有没有办法连接到对方的能量。那今天这个占卜如果你们是这种感情很好的男朋友、女朋友或者是夫妻就比较不适合你们，你们就不要测了，就是直接问对方，就是如果这个人就在你们的身边你直接就是问他就好，你们就不用来进行这个占卜，因为这个占卜主要是给可能没有办法见到面，或者是分手断联有一段时间的人所设计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选项我们今天的选项有这个红色、橘色还有白色就是从左到右分别是1、2、3。我们今天有这个红色、橘色跟白色这3个选项，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对哪一个颜色比较有感觉？你现在这个时刻，你最想要去碰到哪一个颜色？是红色、橘色还是白色呢？好，大家可以闭上眼睛，然后再张开。你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颜色？哪一个颜色最吸引你？好，那如果选好的朋友们，你们就可以利用下方的资讯栏连接到你们的那一组牌去听那一组的解牌资讯。那如果还没有选好的朋友们也不要担心，我们会在这个画面再停留一下下，你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按钮按下暂停键，然后让自己静下心来，选好了之后呢，我们再去听。好。Hello， 我们来看一下选到第一组的观众朋友。那我们今天是要抽字卡，我们就直接来开始抽咯。好，第一张是我希望那时候，当时对你好一点。这个人，他希望当时对你好一点，也就是说，他内心对你们可能稍微有一点这种愧疚感嘛，他觉得他当时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他和你可能在聊天的时候，或者是你们曾经是一段情侣关系，或者是你们是这种同事嘛等等的，他觉得他当时可能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他可以对你多付出一点，或者是多倾听你一点。好，再来看一下第二张牌，他说狠下心什么都不说，也就是说这个人可能假设你跟他之间有误会，或者是说你误会了他，你觉得他做了什么事情背叛了你，但是他可能觉得他没有，可是他也不想要解释狠下心什么都不说。我觉得他这种他的人生他的感情中有一个姿态在，他不觉得他必须要就是一直去解释他的这个清白，或者是说解释他的无辜我觉得他比较不像是这种人。那另外一种不说呢，我觉得好像是他觉得这个狠下心，他做的这个决定其实他认为是对你好的，
那中间你对他有误会、有埋怨、有怨恨，他就觉得没有关系，就算了。他不想要解释这么多，如果你懂就懂，你不懂就算了。但是，他觉得他做这个决定，他不说这个，不对你说一些话，他其实也是要克制他内心的这个冲动，他必须要狠下心，才能够不去对你说他真正想要说的话，因为他可能觉得不说对你们的关系比较好嘛，或者是说他觉得不说是对你比较好的，又或者是说他觉得这个决定是对两个人比较好的。要看你们当时的那个状况。好，这张牌是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可能你们曾经有一段还不错的关系，是这种暧昧嘛，但是却临门一脚差了一步，或者是你们曾经是很好的这种情侣，感情很好哦。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他内心是有一点遗憾，他曾经希望就是你可以陪他走得很长很远，甚至最后跟你共组家庭，他是有这么想过，就是他可能一开始跟你相处的时候是希望你们有可以好好的平平顺顺的发展下去，可是在牌面上看起来他这边有一点懊悔。可惜不是你，也许你身边有人了，也许他身边有人了，好像看起来两个人没有办法走到最后。好，我希望能够弥补哦。他觉得他当时没有做得很好，如果有机会的话，他希望能够弥补，就是他内心对你们是有一个亏欠感在，有一个懊悔在的。不知道能够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弥补，或者是说你们愿不愿意让他弥补啦？或者是时空环境下可能有太多的这种压力在，也许他当时就是因为没有能够抵挡住外界的这些压力，可能是来自环境的，来自他与家人的，来自经济的等等的。好，走你走的路，听你爱听的歌。这个人他其实他在生活中啊会想到你，想到你的时候会想到你以前喜欢听什么样子的歌，你喜欢去哪些地方，或者是你们一起去的地方，一起吃过的东西等等的。当他一个人的时候，在走那些路，在听那些歌，再去吃那样子的食物，在看那一部电影的时候，或者是在玩某一个游戏的时候等等的，他又会想到你，想到你们曾经一起做过的事，或者是你跟他说过这是你喜欢的东西，或者是你的某一个习惯。当他又看到有一个人做类似的习惯的时候，他其实就会很自然的联想到你，等于说你们对他来说就是在他人生中留下了一个印记哦。这个印记是他看到类似的事物的时候，他其实就会联想到曾经在他生命中出现过的你们。好，每一段青春都会苍老，但我希望我记忆中的你一直都好。你们有可能是不是那一种很纯真的一段感情啊？有的人可能是那一种很甜蜜的，就是在学生时代就认识的，或者是你们是这种刚出社会的时候很纯真的一段感情，没有那种算计利益关系的这种感情哦。你们的感情是比较纯真的，这个感情中包含了很多青春的回忆，可能你们两个现在都已经有一些经历了，但是他希望说他记忆中的你是好的，希望你一直都是保持着这种美好的姿态跟状态。这张牌是说你看起来很好，没有我也很好，是这样子的吗？
他现在是有办法看得到你们吗？或者是说有办法就是稍微联系得到你们吗？你们的管道是畅通的吗？或者是说这个人他是有在就是有在社群媒体、社交媒体上看到你们的照片讯息吗？或者是他有偷偷的去设一个新的账号来观看你们的一个状况吗？或者是他是从朋友口中听到你们的状况？我觉得你们可能把自己经营的还不错，至少在外人看起来是还不错的，各方面可能外在啊，还有你们目前的工作事业以及为生活打拼的这种热忱跟目标等等的，我觉得你营造出来的姿态对他来说，就是外人看起来是很好的，甚至他可能没有想过，就是你失去了他，可以走出这样子的一片天地吧。看起来没有我也很好，但是这里面有一点，有一点淡淡的哀伤的感觉，就是你看起来没有我，你的人生还是照常进行啊，如常啊，很顺利的感觉。其实他希望你是好的，可是当他知道你没有他，又也是很好的，真的过得很好，非常的好，他又有一种心酸的感觉，就觉得我是不是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好歹你也伤心难过一下嘛之类的。可是你看起来就是这么的好啊。好，我要做你的快乐。好，你们看起来很好，是不是因为你们身边有人了，或者是你们有其他想要努力的目标，或者是你们的兴趣，你们正在为了这个目标打拼哦。我要做你的快乐，他看到你现在这个姿态啊、样子啊，他为什么会冒出这一句？我要做你的快乐。好，他希望他可以成为你的快乐，但是你们的快乐是因为他吗？还是因为你们现在对于生活已经有了新的想法跟目标了呢？接下来看一下，他说距离是我们的时差哦。你们之间是不是有这种远距的问题啊？或者是说你们心的距离是很远的，即使物理上的距离是很近，可是心却离得很远。你们一直有这种没有办法靠得很紧密的这种问题哦。好，是我不懂你，是我太傻。好，他觉得他自己是在感情里不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可能没有办法，能够很清楚明白你要什么。他不是，他觉得他不是那种很能言善道，或者是一下子就可以抓住你的心的人。然后可能很多的争吵也是因为彼此的不理解。然后他这边有点觉得说，好吧，是他自己不知道在感情中怎么做一个比较好的人怎么去理解你哦，然后怎么和你相处。是我不懂你，是我太傻。不要自己去，让我们一起去。走你走的路，听你爱听的歌，我要做你的快乐，不要自己去，让我们一起去。这几张牌啊，看下来，他想要陪你一起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他希望他可以成为你快乐的全员哦。感觉上好像又是你们之前曾经做过的事情诶。好，我记得那天所有的情境细节。不知道他记得的是什么样子的情境跟细节呢？可能是你们两个当初就是一起去某一个地方玩，一起去旅游，或者是一起聊到的某一个情节，就是你们聊天聊得很愉快的那一天哦。他说他记得他那一天所有的细节跟情景哦，也许是你的说话的声音，你身上的气味你的笑容等等的，他其实很把这些细节都一一的放在心上。好，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我们都明白我不是适合你的人。我觉得这个人呢，他觉得他自己好像不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因为他说是我不懂你，是我太傻，然后好像他觉得他对你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他希望能够弥补，他希望当时对你更好一点，但他可能也有在跟你相处的过程中，觉得他并不是真正适合你的人，而真正适合你的人可能会在你人生的这种未来的旅途中出现。这个人也许更懂你，更了解你，或者是在其他方面更能匹配你，更能够让你真实的做自己，真实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好像有一种体悟说，他不是适合你的人，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内心又是被你们之前的这种情境所吸引。其实你们在一起是可以很快乐的，然后是有感情在的，可是相爱的人并不一定是适合的人，相爱的人不一定能够适合在一起就是你们曾经是有一段这种真真切切的感情在可是它能不能够长久呢？现在看起来他好像觉得因为彼此的个性种种的因素不是很适合，不是最适合的，所以他觉得没有办法两个人走到最后的感觉好，我知道我越界了，这个越界不知道指的是什么耶？他从哪里越界了呢？好，他应该要，我觉得有几种可能有可能是你们在一段感情中，这个人越界了，他做了伤害你的事情，他说了不该说的话，他踩到了你的底线。另外一种越界就是他不应该喜欢你，他不应该爱你，他可能身边已经有了另外一半，甚至有了家庭，或者是他有女朋友，或者是他现在不适合谈感情，他有他需要专注的目标，那是他越界了。是不是有几种可能？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是哪一种？好，他说我们曾经这么好，你们曾经应该是有过一段这种心贴着心，就是能够非常愉快开心，而且是彼此能够分享心里话的一段时期可是他可能也没想到最后为什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好，接下来再看最后一张牌，他说我会成为更好的人。这个人他在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也许他现在他可能在离开了这段感情之后，他有从中去反省，从中去学习，然后他有试着把他自己想要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也许是更懂得倾听对方，更能够回应对方的需要等等的。好，下一张牌，我们必须对彼此放手。这边有一点无奈的感觉，就是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我们都明白我们不是适合你的人，我们必须对彼此放手。这句话他好像是说给他自己听的，他告诉他自己必须要放下，所以前面会出现狠下心，什么都不说。可能你对他有一些责怪、埋怨，或者是你觉得他为什么做出了这样子的决定，这么的
令人痛心，或者是匪夷所思、不可思议。你可能觉得这个决定是非常不恰当、不适宜，甚至是深深的伤害彼此的信任哦。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你对他的这些埋怨啊、抱怨啊，或者是恨啊，假设曾经有的话，他其实不大会去解释，他很下心，什么都不说。他觉得放手对彼此比较好。也许啦，你们这一段感情彼此是来成就彼此的，你们可能是彼此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块拼图哦，就是在他的这个人生中，一定要有你这一块拼图才能够完整。可是同时啊，人生并不是只有感情哦，他还有其他的拼图，你是很重要的一块，可是他人生还是有其他的拼图必须要去完成。你们遇到啊，是为了彼此的成就。两个人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中，彼此成就彼此，然后彼此都能够变成更好的人。这个人啊，他其实把他的感情藏得蛮深的，就是他对你的感情是这种理智大于感性的。也许你们可能是因为远距啊，或者是种种因素而分开，然后变成一种像是柏拉图式的一个恋情。那到最后呢，他可能觉得，也许他放手对他而言，对你跟他而言是比较好的，但是他的心中啊，还是对你有很深的一个纠结跟牵挂。即使你们目前的状态是断联，就是失去联系，你们选择彼此不联络，或者是其中一方切断联系，让彼此好像完全的抽离出来，离开对方的生活。但是其实他并没有真的完完全全的走远，因为他其实有在关注你，有在看你。因为你带给他的东西太多了，你带给他的影响很深，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你这个人。即使离开之后啊，特别是在你们离开之后、分开之后，他经过沉淀、经过思考，其实他有确定他对你的一个感情。然后从这些牌啊，也有看出来，他有点像是有两个自己，他现在的自己跟过去的自己在对话。因为这中间呢，他曾经希望，你可以陪他走到最后，他可以做你的快乐，你们可以一起去很多地方，完成很多事情，共同打拼，成就彼此哦。这个不同的时空背景，可是，后来啊。他可能又觉得说两个人并没有这么的适合，或者是经过努力之后，还是有一些无法突破的地方。他现在的自己跟过去的自己在对抗，他觉得势必要进行一些妥协跟牺牲。然后我们再看下一章，他说：“你会是我生命中出现的最棒的事。”所以缘分其实很奇妙你们两个之间其实有很深的这种连结哦。那也许你们的关系啊是这样，就是一直牵扯非常的深哦，想断也断不开，可是明明两个人有感情，却又没有办法在一起。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也许彼此是属于这种会互相伤害的，或者是说会有外力来破坏的。那明明喜欢，却又没有办法争取，这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又是一件很好。他说：“我会安静的消失。”这个人他其实在外表上看起来是蛮消极、静止，他可能是没有什么动作。话很少，但是他这种个性啊，他的内在其实是波涛汹涌的，有一点以不变应万变的感觉。他在等待中，他在静止中，他在这种外人看起来很消极、没有作为的同时，
其实他是一个内在很丰富、情感上很丰富的一个人，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有理智，会经过深思熟虑思考而下决定的人吧。至少他会觉得他的决定从他的立场、他的角度而言是正确的，或者是从他的世界观看出去，这是他能够做的最好的决定。也许并不是这个决定，当然不是100%的100分，但是是相对而言，当时他能够做出比较好的这种选择吧。他会告诉自己说，他不能够再执着，应该要放手，并且他会自己选择安排在一个适当的时候，离开，或者是暂时离开，慢慢的淡出你的生活，或者是慢慢的不再去关注你，慢慢的这种消失哦。其实透过离开啊，他才能够继续前进，也许他身上的这些压力才得以释放。他的离开啊，才让他有办法，就是继续的前行吧。因为感觉上在这段感情中已经无力可施了吧，他有这种感觉，所以他必须要暂时的分开，或者是暂时的放手等等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想来看一下。你可以在心中问这个人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对方的回答是什么。可以在心中想一下，如果你可以面对面的问他的话，你会想要问他什么样子的问题呢？牌有点多，好，我们把它抽完。如果你想要问他一个问题的话，你可以在心中默念这个人的名字，或者是想着他的容貌等等的，我们希望可以连接到对方的一个能量哦。好，这是我们所有的牌卡。我们现在抽出3张牌。这3张牌就是有3个不同的可能的答案或者是方向，那你们可以自己选一种，然后我们看一下对方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哦，关于你们的一个问题哦。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牌，第一张牌是点点点，3个点，这个有点就是不说话、无言、沉默的感觉嘛，点点点。对方对于你这个问题，他并没有回答，并没有答案，或者是说他还在思考，他在沉默，他没有办法立即给你一个回答哦。他需要想一想，或者是他不想回答，不愿意回答，就是暂时他是沉默的感觉。好，第2张牌是我不知道。第2张牌他说他不知道，不知道你们问了什么。第3张牌是给你一个微笑。好，我怎么觉得这3张牌好像并没有确实的回答出什么耶，就是一个一个还没有下决定，或者是不知道会怎么发展的一个情况哦。对，抽到了这3张牌，感觉上对于你们问的问题，他们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案哦。对，好，以上呢就是第1组的朋友咯。希望今天的解盘有帮助到你们，还有希望你们都有
连接到你们想要连接的人，那就祝福选到第一组的观众朋友咯。那今天这个抽牌啊，只是给你们参考。如果跟你们心中期望不符合的话，你们也不要难过，也有可能是这次的解牌跟你连接的这种能量并没有很准确等等的，所以也不用失望。就是可能你们下一次就是比较内心比较平静，或者是思绪比较平静的时候再来看，也许你们会选到不同的一个选项，它会更适合你的。或者是你们可以再去看看其他的占卜影片。所以如果结果跟你们心中所想的预期的不是一样的话，你们也不用太过失望，好吗？好，那就祝福你们咯，拜拜。好，选到第二组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对方心中有什么话想要对你说。那我们今天呢，会直接抽出字卡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牌是，那是错误的时间。好，对对方而言呢，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是错误的时间吗？我不知道，或是说，他觉得说，你们在错误的时间下了一个决定，就是当时你们下的那个决定，其实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个时间点并不是很好，也许两个人不应该下那个决定。那是错误的时间，在时间上他觉得某一个时间点，某一个时间点。那个时机并不是很好，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那是错误的时间，也许更提早一点，或者是更往后一点会更好。好，第二张牌是，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怎样？所以你们应该是这种已经分开了的状态，但是曾经有在一起过吗？他说，如果你们现在是这种情侣你们是男朋友、女朋友，你们是一对伴侣，不知道现在过的是什么样子的生活好，或者是说，因为你们在错误的时间相遇了，然后当时那个时间点你们没有办法发展一段感情但是如果换了一个时间点，也许人生的情境换了一下，你们也许现在就是会还在一起，那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他在脑中想这件事，在平凡的这种日子中其实有你在就不一样。这个人应该是蛮喜欢这种日常生活的这种平淡的小幸福。在日常生活中，也许两个人一起去牵手散步，逛逛大卖场，逛逛超商，一起玩游戏，一起追剧，一起看电影，或者就是一起在家里煮个东西吃一起开玩笑，一起躺在床上等等的这些很平凡的日常。有你在就不一样他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一种会喜欢在日常生活中制造很多回忆的人。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对方说他不知道你究竟想要的是什么。好，明知道你没错，还硬要我原谅，这个是你们曾经有跟对方比较低声下气或者是低头的道歉嘛，就是你们曾经有求过他嘛，可是明明错的不是你们，是对方，但是你好像希望他可以原谅你，你反而会把错说在是自己身上，是我做的不够好，是我不够体贴，是我不够懂你，是我没有给你空间，是我太烦了，太敏感了，太自私，太任性太没有为你着想，或者是太乱花钱，还是怎么样的呢？变成说反而是你们希望他原谅你们，我不应该去看你的手机，我不应该
做某一些事情，可是错的明明是他，他内心知道明明就是他自己的错，可是你们却硬要我原谅，怎么有点心疼哦？说我希望你过得好。如果你们还在一起会是怎么样呢？他不知道会是怎么样，可是无论如何，他希望你是过得好的。好，你不知道这对我影响有多深哦。我也不知道它指的是哪一件事情，但是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某一件事情的发生，或者是某一个人的发生，也许是离开，或者是进入，或者是这是一件事情，可能是他的面试失利、考试失利，或者是他生病了，或者是说他家人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那或者是他工作上的一个状况等等的，有可能是好的，也有可能是不好的，就是某一件事情对他影响很深，可是他觉得你们好像没有体会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那也许他指的这件事是你们跟你们的这一段感情相似的过程，或者是相处，那也有可能是他过去一个感情上的创伤，他可能被劈腿，或者是被别人伤害过等等的，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哪一件事情。他说你像是一颗星星，也许你是他在这种很黑暗中可以依靠的星星。星星虽然很微弱，但是他还是努力的发亮，努力的指引这个道路哦。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曾经有在他比较低潮的时候，想要努力陪伴他，努力温暖他等等，他觉得你们像是他的一颗星星哦，也许是黑暗中的这种一颗星星。好，想和你说很多话。他其实内心有蛮多话想要跟你说的。很多很多话，如果他可以亲口告诉你们的话。好，下一张牌是我承认，我不可理喻哦。好，这个人他说我承认我不可理喻，明知道你没错还硬要我原谅，然后他是一个比较不可理喻的人嘛，就是不管怎么样，他在感情中一定要占上风。错的都是别人，对的都是我。反正就算我错，我也要把事情弄得好像是因为你，所以我才去做了这件事情但是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你们有一点受委屈的。好，不能沉眠的夜，想到你，他想到你的时候。就是一个不能沉眠的夜，他心中想到你，想到过去的时候，其实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也许他会梦到你，对，特别是在这种星星很亮的这个夜晚或者是晚上的时候，他偶然看到了这种星星，就会想到你，想到你就不能沉眠呢。想你想得很深，然后接下来他说我们那么像，连缺口都一样。你跟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也许你们两个是有很多这种共通之处可能你们两个的生长背景是不相同的。个性可能也就是不是很一样，这种生长背景不同想法不同的人，好像本来应该是不同的两端不同的两极就像磁铁这种正极跟负极，可是却非常有默契的相互的吸引这个缺口要能够完全的一模一样，其实是很困难的耶。大家知道，假设一个圆然后你从这个圆上面切了一个口一个角，
那有的人可能会切比较大，有的人切比较小，有的人切得很歪斜，那有的人切得很这种非常的三角形，非常的正哦。所以缺口要切的完全一模一样是很难的。可是呢，你们那么像啊，你们明明是两个很不同的人，但是却有那么多相同的共同处，连缺口都一样。为什么这样子不同的两个人却可以发现彼此身上的很多共通的地方，就是心有灵犀的地方哦。特别是在心里比较受伤、比较脆弱的那一块，你们两个是非常有共鸣的。你们可以读懂对方的心思，你们可以去理解对方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脆弱、恐惧跟害怕。那这是因为对方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所以你们两个的缺口很像哦。好，他说我们都太骄傲，话说得太早。我们两个可能在吵架的时候说了一些气话，那又因为你们两个是这种共通点很多，然后可能黑暗面是一样的，然后脆弱的地方也类似，所以当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很知道怎么能够攻击到对方，或者是伤害到对方最痛的那个地方，最深的那个地方，就是很容易，就好像言语啊，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一样，你们可能非常明白怎么样说，让对方能够很痛，就是能够戳中他心里最不想要被人知道的那个角落，最会流血的那个角落，所以你们都很骄傲，也在感情中都说了一些气话。但我觉得更骄傲的可能是他，因为这边有出现了他不可理喻。你们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会示弱，还是会软下来，还是会低头。虽然你也有骄傲的这一面，那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很欣赏你，因为你对他而言就像是一颗星星。其实你满足了对方某一些有关于他心中所渴望的理想的伴侣的一部分，但是我不觉得这个人是能够完全满足你的。那你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而且你能给他的这个影响是别人没有办法给他的。也许你就是在他这种比较低潮的时候，能够很聪明、很有智慧、很冷静的处理，甚至你可能在比较危急的情况下，你有帮助过他。其实你本身是一个很吸引他的人哦，所以他才会说，在平凡的生活中，在平凡的日子里有你在就不一样。好，接下来他说。我说谎骗了你，这个人就是好像他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情哦，可是到头来是你们跟他道歉，明明错的是他，明明你们没有错，但是还硬要我原谅。他说他当时说谎骗了你，不知道他骗了你是关于哪一方面的事情，可能他明明有另外一半，但是他却谎称他是单身。还是说，他对你有一些善意的谎言，是不想要让你受伤，所以他说谎骗了你等等的。我反复看着你的照片讯息，这个人啊，想到你就不能沉眠，他会反复的看着你的照片跟讯息，你曾经跟他说过的话等等的。他会反复的思念跟反复的回忆。好，你的笑容很迷人，你就像是一颗星星一样，努力的发光，即使周遭的环境很黑暗，但是还是努力的发光。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笑容，他觉得非常的迷人，他很喜欢你的笑容、你的笑声、你的那个姿态哦。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喜欢你笑起来的样子。好，他说那些经历过的都很值得。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这种连接啊，其实
你们的相遇是有原因的，你们在感情中彼此都会有所学习跟成长。特别是你就是有了人生的这种经历啊，跟转变之后，你之后面对的感情会更加的超然，更加的成熟。就像他说的，他觉得他跟你经历的这一切啊，他是会觉得很值得的，他并不后悔。我觉得他眼中的你们呢，是那种蛮认真生活的人哦。特别是在这种平凡的生活中，你们还是会努力把生活过得很精致哦。那这也是能够启发他的一个部分，能够影响他的一部分，甚至这就是当初吸引他跟迷惑他的那个部分。你们其实，在平凡的日常中，可能就是上班、下班，或者是上班，然后上学、放学。如果你们还是学生的话，上学、放学，或者是上班、下班等等的这种平常的生活啊，你们其实会将它过得非常的有精致吧。在平凡的生活里，他说，在平凡的生活里呀，有你就不一样。因为其实你们算是一个蛮有品质的人吧，我觉得你们蛮聪明，而且有智慧的。你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就是一样这样子认真的姿态哦，其实是很吸引他的。能够将自己的生活过得很精致，对生活很负责的这种态度，能够启发他吧。也许是当初你吸引他的一个原因，然后你的这种生活的态度啊，也影响了他，甚至是当初他喜欢上你的这种原因。然后你们又一直是用这种笑容啊，比较开朗的态度来面对外在的情境。好，别让人担心哦。他说他希望你们过得好，希望你过得好，不要让他担心。如果你过得不好，他其实内心会很很担心你们呢。他其实会想你们，然后他真心希望你过得好。但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是会把自己照顾得好的那种人，对，你们应该是会懂得如何去照顾自己，再往前的人。不要让他担心，他说不要让人担心。好，再看一下下一张牌。哦，我开始懂了，懂了什么呢？我开始懂了，他好像从这些经历中明白了一些事情，然后他说他开始懂了，但是现在才开始懂了的感觉吗？他开始明白在感情中，他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嘛，明明错的是他，他终于知道他做错了，是他说谎骗了你吗？他终于知道你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好，我们俩连一句淡淡的问候也没有了。这个是你跟他的情况吗？就是你们两个，联络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可能就本来会就是这种。过年过节啊，会问候一下；生日啊，会说个祝福。可是到后来，连一句淡淡的问候也没有了，是变成这样子的情况吗？他还有一点无奈啦，就是我觉得他好像有一点舍不得，为什么也会变成这样？好。所以他会说啊，如果你们还在一起会怎么样？可是他其实不明白你想要的是什么。
他有很多话想要跟你说，可是现实上却是你们两个连一句淡淡的问候都没有了。但他好像有一种对于命运的无奈吧，就是因为当时不懂得把握，或者是不懂得体会，可是现在真的错过了的话，要回头，是很难的。可能是你对你身边有人，或者是他身边有人，或者是时过境迁之后啊，大家彼此都退一步，觉得没有办法再继续牵扯了。对，也许你们在错误的时间相遇，所以两个人当时都不是那么成熟。好，那我们接下来啊，要来抽牌，是关于你们心中啊，想问对方一个问题，然后你在问问题之前，可以先想着他的脸，或者是默念他的名字哦。然后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对方会有什么样子的回应。我们希望都可以连接到你们心中所想的那个人。那这边每一张牌卡都有不同的回答哦，你们可以好好的想一下。你们如果可以问他一个问题，会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呢？好。好，你们想好心中的问题了吗？想好了之后啊，我们来选3张牌哦，来看一下对方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答案哦。好，这3张牌。在这3张牌中啊，你们选一张你们喜欢的牌。你们最有感觉的牌，然后我们一一来看一下对方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回应。第一张牌，他说不对，第一张牌是不对。好，第二张牌他说好，好，不知道你们问他是什么事情哦。对，好，第一张牌是不对，第二张牌是好，第3张牌是对。不知道你们刚刚问的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哦？那这个是对应到的一个牌卡的回答哦。好，那以上啊就是今天有关于第2组的解牌咯。希望今天的资讯有帮助到你们。那如果今天抽出来的牌卡跟你预期的情况不符合的话呢，你们也不用沮丧跟担心哦，因为可能这一次的能量也许没有对应的很准。那或者是说呢，两个人的这种能量场其实都会变的，就是随着你的思想意识改变，未来会发展成怎么样，其实都是有空间的。所以如果跟你心中期望的不符合的话，大家也不用太沮丧。如果你觉得跟你的状况有符合的话呢，希望这个解牌有帮助到你们咯。好，那就祝福选到第2组的观众朋友咯，祝福。Hello， 我们来看一下选到第3组的朋友，我们直接来抽一下字卡，来看一下对方目前对你的想法，对你的一个感觉哦。好，谢谢你出现在我生命里。第一张卡跟你说谢谢，谢谢你出现在他的生命中，在他的人生中哦。好，他对你是感谢的，因为喜欢，所以情愿，没有那么多为什么。他说因为喜欢，所以情愿去做一些事情哦，就是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就是喜欢就是喜欢，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好，
我们还可以爱吗？他问你，我们还可以爱吗？这个人，谢谢你出现在他生命中，而且他说，因为喜欢啊，所以他情愿去做一些事情哦。他是没有去，他可能不大会计较说谁付出的多，谁付出的少啊，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要？好，第3句，我们还可以爱吗？也许你们曾经爱过，后来分开了，但是如果再遇到的话，还有机会爱吗？他其实也不知道假装一切都没事哦。他在外表上可能装作就是假装很坚强，看起来都没事。也许你们是很平静的这种分开哦，然后2个人也没有大吵大闹，就是和平的分开，或者是暧昧到一半就是没有继续前进哦。但他看起来在表面上是很平静，若无其事，但是内心可能是有一些情绪的。我希望能有不同的结局。好，这一组牌的这个人，他会希望你们的结局会是，如果可以的话，会有不同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的结局呢？好，与众不同。你在他的眼中啊，是非常特别的，非常与众不同的。那可能你做事有自己独特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你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他会觉得你跟他生命中出现的其他人好像都不大一样。他其实很被你所吸引，他是很欣赏你这种与众不同的一个姿态、一个态度哦。也许在他的生命中，从来没有看过像你这样子一样的人。好，剥去占有欲和面具，假装一切都没事。他可能戴了一个面具在生活。那在面具戴上之后啊，他可以很微笑的面对每一天哦，或者是说很坚强的面对每一天哦。然后别人也看不出来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那可是面具被剥掉、被卸下之后，他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呢？他对你其实是有一些占有欲在的嘛，或者是说你们对彼此是有一些占有欲的，不大希望，不大想要去听到，或者是说害怕听到他身边有其他人，或者是你身边有其他人。好，有一种占有欲的感觉。我是否还值得被爱一次呢？我们还可以爱吗？我是否还值得被爱一次呢？他其实不确定，就是他其实不大确定你这边的想法，他不知道对你而言，他是不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甚至是说你曾经爱过他，那现在呢，你愿不愿意再付出像当时这样子的真心跟情谊对待他，就是再爱一次呢？好，明明说要遗忘，却全部都记得。他可能曾经有想过，就是把这一切全部都忘掉，好像把它收藏在一个盒子里，把它尘封起来，再也不要想起。可是越是这么想的话，又常常的不经意的想起，然后最后他发现他其实是忘不掉这些回忆，忘不掉这些过去，全部都牢牢的记在他的
脑海中、他的心中。好，下一张牌是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也许你跟他就像海鸟跟鱼哦，你们两个啊本来是分别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海鸟有它的天空，鱼则是在水里悠游自在。那他们两个交汇的地方就只有在那个海平面上，所以本来你们可能是在一个很巧合的机缘下相遇了。你们可能有不同的生活的地方、生活的国度、生活的城市，可是你们既然相遇了，而且还相爱了，这其实是一场意外。鸟爱上了鱼，鱼爱上了鸟，是不同的物种、不同的类别，而且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如果要继续在一起的话，其实必须要突破。鱼没有办法离开它的水面，而海鸟也没有办法离开它的天空，所以他会觉得说好像是一场意外，没有想过他的人生中会有你会出现在他的生命中。可是他对于这场意外，他是非常感谢的，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好。下一张牌，他说我并没有完全的了解你哦。对于他来说啊，你其实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然后你可能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很丰富、很有内涵的人，然后有很多面向的人，就是你的生活是有很多层次的。那他可能当初接触你的时候，只了解到了你一部分，可是你的其他面向呢，他其实不知道。就是他和你遇到的时候，他只拥有你那一段时间，可是在遇到你之前，你发生的那些事，遇到你之后，你发生的哪一些事情呢？他并没有完全了解，而且你其实是不断的在成长，不断的在改变，不断的在蜕变。他好像觉得他没有办法完全的、真正的明白你、懂你。好，你又是怎么看待他的呢？你是怎么看待他的？他是否还值得你再用心、用尽全力去爱过一次哦？我们还可以爱吗？这边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句哦。好，再也遇不到你这样子的人。必须说，选到第3组的人啊，我觉得你们在他的生命中占有很特别的一个位置哦。所以他说他再也遇不到像你这样子的人。好。下一张牌是你深深的令我着迷。这个对象啊，这个他可能曾经就是深深的被你迷住了。当时你可能可以很轻易的叫他做一些事情，如果你想要的话，或者是他曾经对你许下非常多的诺言，就是希望可以尽最大的努力来讨你欢心，或者是他花了蛮多的精力在你身上，因为你很令他着迷。我想当初啊，他可能觉得他非常的幸运可以遇见你哦，你就像是一颗幸运星一样，就是出现在他的生命里。而他为了去争取你们多一些相处的时光，那其实心甘情愿了，付出了很多，可能他的时间，可能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来到你身边，很可能他花了很多的金钱在你身上等等的，但是这些都是情愿的。他说他心甘情愿，没有这么多为什么。最主要还是，其实他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你就令他深深着迷了，可能是这种一见钟情。你在一个群体中，对他而言是特别吸引他目光的那个人。好，我怕你会拒绝我。他
其实的问题是我是否还值得被爱一次呢？你又是怎么看待我的呢？我们还可以爱吗？但他通通都没有问出口，因为他怕你会拒绝他。他内心其实还是对于自己有一些不确定，就是对于这份感情啊，不管他外在假装一切都没事，或者是他有一个很坚强的面具，可是他的内在呢，其实有一种不稳定感，对于感情是有一种自卑，或者是说恐惧的，他也不确定，没有这么笃定他会收到什么样子的回复跟答案哦。好，痛苦至少证明爱。海鸟和鱼相爱是一场意外，也许这个意外啊，你们的这种感情是一种苦恋，就是一种虐恋，就是两个人是爱得很辛苦的，毕竟是好像是在海鸟跟鱼是在不同的地方生活，不同的这种群体哦，然后硬要在一起的话，其实是很辛苦的。又或者有人你们谈的是这种地下恋情，没有办法公开的，或者是旁边有一些阻力在的，那这种恋爱啊，有很多的痛苦，可是两个人虽然很痛苦，又彼此都不愿意放弃，为什么呢？因为彼此有爱，觉得爱可以突破一切。其实很怕被你看穿我的恋恋不舍。这个人他在外表真的是就是他很闷骚嘛，或者是说他就是很希望别人看待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坚强的形象，他很爱面子，很顾他的形象哦，但是他又很害怕被你看穿，他其实对这段感情他的恋恋不舍，他宁愿希望他在你心中的这个形象是云淡风轻，是潇洒的，就是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是很洒脱的，可是他其实内心是恋恋不舍的。好，我会在你转身前先离开。我会在你离开前先转身。我会在你离开前先转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他不想要看到你离开的那一面，所以他先转身。也许是他先离开这段爱情，他先背对你。这种感觉有点像是在对方提出分开之前，我先提出分手。我在觉得这段感情快要进行不下去，他没有办法去维护的时候，我就先说停了。但是我说停并不是因为我不爱你，其实是因为我不想要让最后的结局这么难看。他用一种比较体面的方式给彼此有一个台阶下，那他也不想要看到你对他说出分开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局面，那他就先开口让这段感情画下句点。我觉得这里面呢，其实是有一种对自己的不信任，或者是说自卑在嘛，因为他会觉得说这段感情是我结束的，不是因为对方不爱我，就是他不大想要承认说你可能对他已经没有像之前这么热情，或者是有兴趣了，或是他感觉到你稍微冷淡了吗？那他宁愿在整个感情降温到最冰，就是最冷之前，他先说分手，先说再见的那种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就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他觉得他的这个形象是
非常重要的，他在你心中的形象是很重要的。好，因为他很重视你是怎么看待他的。假设你们日后是有机会见面的，可是他状况不好，状态不好，他现在即使非常希望跟你见面，可是他状况不好的话，他绝对不会就是贸然的，就是来见你，因为他不想要他在你心中是一个不好的形象，希望你回忆起他来，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这么的坚强，或者是说，对于他，你就是会有那种永远在心里停留一个美好的印象，他就是要这么做。感觉出来啊，这个人是那种痛苦啊，也不大会去跟人家求救的人，遇到问题也不大会去摊开来谈，可能就会默默的闷在心里，一直到最后等到情绪爆发的一天，因为他非常重视，别人是怎么看待他，你是怎么看待他的，这个好像是他生命的一个价值所在。好，我们接下来啊，你们可以在心中想一想，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对方吗？那这个问题啊，是一个封闭式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好不好，要不要，对不对？那我们这边呢，每一张牌卡都是一个回答哦。我们等一下会来看一下对方会有什么样子的回答。好，我们有这些牌卡哦。好，那我们来选出3张牌好了。我们选出这3张牌，然后看一下对方的一个回答。你们可以在心中啊默念对方的名字，或者是他跟你说过的话，或者是你们相处的一个情形，希望可以连接到对方的一个能量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牌卡在说什么。好，有3张牌，大家请选1张牌。好。那我们看一下第1张牌，第1张牌它给的答案是一个微笑。好，第2张牌是给我时间。那第3张牌是他说好哦，好，好。这个是这3张牌。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的问题被回答了？那我再帮你们翻一下旁边。那我再帮你们翻一下其他的牌卡。如果你们刚刚有就是想要选其他的牌，不是我选的这3张的话，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好，这张牌说的是这张牌说的是对，这张牌是我不知道。这张牌说的是不是哦？这张牌是说依你，都听你的，你怎么决定就依照你的想法吧，很可爱哦。这张牌说不对。好，这张牌是他也想问你哦，你不知道问了什么，他也想要问你这个问题。好，这张牌是说不好。这张牌是沉默，他还在思考，可能暂时没有解答，或者是无言以对哦。好，那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3组的解牌咯，希望今天的资讯有帮助到你们。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解牌有跟你的状况符合的话，你可以参考。那如果你觉得跟你想的比较不一样，不符合预期的话，也没有关系。那你可以再去听听看其他的占卜影片，也许今天的这个选项没有这么符合到你，你也不用太放在心上，就是如果跟你的预期不符合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去听听看其他的选项或者是其他的占卜。好，那就祝福选到第3组的朋友咯，你们真的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一群，在他心中
然后他其实深深的为你着迷哦。这个人，你深深的令他着迷，你们是非常与众不同的，而且再也遇不到像你这样子的人。我觉得第三组的你们本身是非常充满魅力的一群。也许这个魅力是来自于你的外表，或者是你的说话方式，或者是你做事的一个态度。有可能你是有特别喜欢的一个兴趣，为了这个兴趣，为了这个目标投入了很多心血，然后你的这种生活态度其实也激励了他，或者是深深的让他着迷。他的生活中很少，或者说完全没有遇到你这样子的人。刚刚有说过嘛，海鸟跟鱼相爱，只是就很像是一场意外。在海鸟的生命中，它其实是没有看到鱼的；在鱼的生命中，它其实是没有看过海鸟的。所以你对他而言就是与众不同，再也遇不到像你这样子的人。好，第三组的朋友，与众不同的你们，祝你们可以幸福哦。好，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